我们就会好奇啊，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是什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们那个我也服过役哦，这个告诉我们要喊口号，要消灭万恶共匪，要解救大陆同胞的这一群教导我们信念的人，最终反而是我们讲的背叛了中华民国，背叛了台湾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老是这样的事情都不会停止？这个要请教于将军啊，怎么回事呢？其实这个从关键的要点来讲，我们年轻的时候从军穿着军服的时候，对岸就是讲求武力统一台湾，至今没有改变过。到现在为止，中国解放军没有放弃武力统一台湾。从我们穿军服的第一天到现在为止，解放军没有改变过。可是我们却变了。我们以前是武力反攻大陆，那早在李登辉当第二任总统的时候，就不再谈武力反攻大陆了。所以这个变化就很大。人家没有放弃武力统一你，好，就算我们不要武力反攻大陆好了，至少我要武力坚守台湾嘛。这个武力坚守台湾是不可以放弃的。那又讲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信念的问题。长久以来，中国共产党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这个是分不开的。很多人说你不要把中共跟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绑在一起，它本来就绑在一起啊。中国所有的政治人物、所有的军头、所有有权力的人，哪个不是共产党？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组织跟中共是绑在一起的。可是中华民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，我们会政党轮替。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中华民国等于中国国民党，分不开。所以我们到任何单位去荣升调职，都会送我们一块中党爱国。这是责无旁贷，中党就爱国，爱国就一定中党。但是中华民国产生了一个变化，这个变化是大多数老的军人、资深的国民党员转不过来的问题，就在这里。我们政党轮替了，在阿扁时代，中华民国的总统变成民进党，后来马英九又轮回来变成中国国民党，现在又轮到蔡英文又变成民进党。这个认知的问题，中华民国不等于任何政党。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一样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国共产党所持有的，它永远掌握，永远没有第二个政党可以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但是中华民国不一样，中华民国透过民主的程序，国民党可以执政，民进党可以执政，有朝一日说不定民众党执政啦，说不定时代力量执政了，那都是说不定，也许会发生，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。可是这一群曾经持干戈以为社稷的革命军人，这一群曾经以反共为己任的国民党人，他们不能接受民进党执政。他认为在民进党政府接受了中华民国的政权之后，这个中华民国已经变了调了，所以他不再认同这个政府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好入侵的时机。因为他把刚才彭孝老师有讲过，就把那一群曾经坚持反共立场、曾经热爱中华民国的这一群算是守护者，因为换了党执政，换了民进党执政，你不能接受民进党，所以呢，你间接的否定了中华民国，你去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你去认同中国共产党，认为中国共产党可以帮你赶走民进党，这是什么荒唐的行为？这是滑天下之大稽、认贼作父的做法。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长久以来是个对抗的政党，中国国民党坚持民主自由，中国共产党讲共产专政，这两个根本是汉贼不两立的政党，你怎么会因为你在中华民国失去了政权，被民进党给轮替走了，你就产生怨恨，你就产生不服气，你就希望引来外来的中国共产党来消灭民进党，这是非常可怕的想法。虽然我们对民进党我们也很有意见，可是我热爱的叫中华民国，愿意服从民主产生的机制。今天经过了民主的制度，民进党当了中华民国政府的总统，我服从的叫中华民国的政府，不管他是谁执政，只要他没有违背中华民国宪法，他没有更改国号，他没有颠覆中华民国的整体的运作，我服从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导，我不管谁执政，我挺中华民国。
中国共产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它永远是我敌对的一方，这不能放弃嘛。除非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说那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实施共产主义了，我从今天开始我要走民主自由，那不是你嘴巴说了算，你要做给我看我才相信。因为共产党不是一个用听可以相信的政党，你要看到，要做到，而且要做10年以上。香港不就变了吗？50年不变，现在香港在干什么？现在多少香港的朋友在变卖土地，要移民，要离开，很多人跑到新加坡去，很多跑不回英国的就跑到新加坡，这就是相信共产党的结果。那我们中华民国跟共产党对抗了70年，虽然我们没有卓越的胜利，至少我守住了中华民国，我守住了台湾这块土地，那是我们长久以来的成果。那不是一个人的这个功劳，更不是国民党的功劳，那是2300万人，因为有信念，因为坚持反共立场，我们活到今天，我们存在在今天，我们可以发扬光大在全世界。那现在中国共产党这些党特工人员找到了千载难逢渗透台湾的时机，就叫做政党认同。他从政党认同开始切入你们这些曾经忠于国家、爱国家、把生命送给中华民国的这些中党分子，因为你的中党，它产生了它切入的契机。现在是民进党执政，你不要再服从政府了。现在是民进党当总统，遇到两岸作战，你不要保卫国家，你只要心向祖国，就可以消灭民进党。居然有一群傻瓜！一群蠢蛋，蠢到相信这种统战语言，他已经完全被统战的浑然不知，他反而觉得我们这些坚持维护、守护中华民国的真正的忠贞分子，认为我们变节了，认为我们变成蓝皮绿骨。我说没有蓝皮绿骨的问题，我们生下来到现在，我们的颜色叫做青天白日满地红，我们是中华民国骨，我们守的叫中华民国魂。我守的不是任何一个党的党魂，所以说我有很多朋友退伍了以后，曾经都是在国安机敏单位工作的，退伍了以后，一过管制期，马上就到中国大陆去，不管是担任这个游说、演讲、旅游，或者是接受特定的这些人去邀去当顾问，得意的不得了。在国军中，他或许没有升到少将，没有升到上校，他可能是少校、中校。退休了以后，拿着终身俸到对岸去，接受到超过在我们中华民国将军级的礼遇，人家把他奉为老师，奉为顾问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你看我在中华民国，你们不珍惜我；我在中华民国，我是个小少校，是个小中校，你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？我到对岸去，别人把我当成最重要的资产来招待，老师长，老师短帮你派车接送，给你最好的待遇，几杯黄汤下肚，几次尊贵的行程安排之后，你就被统战了。虽然你阶级不高，可是你有认识阶级高的啊。虽然你是少校，你是中校，可是你的同学可能已经做到国安局的将级以上的这些主管了。他要统战你的，并不是你本身，他要透过你的人脉，透过你回台的同学的参叙。透过你同胞的情谊，来获得现在国家真正对大陆工作、国家安全、国家机敏事务运作、机场情报征收，甚至国军政策发展的重要方向。透过你，因为中国大陆派人来，他渗透的再厉害，他没有办法获得对方的信任。可是你从小年轻时代就跟这些在国安局、在国防部、在参谋本部任高官的这些同学，你是穿一条内裤长大的嘛？喝同一缸水长大的，他怎么会怀疑你？而你就是因为在这种政党认同的错乱，还有你在国家不被重视，然后你到了对岸，敌人重视你的时候，你迷失了心智，你的整体对国家的热忱抛之脑后，完全为了成就自己的成就感，浑然不知你已经被中共统战，就是如此的方式。周而复始，不断的复制，不断的深入，一个成功了回来，好的消息，好的缺额，跟学弟分享，跟同胞分享，跟同学分享，一个抓10个，10个抓8个，就这样子，你根本不知道你已经变成中共的特工人员，你根本不知道你已经被中共吸收，你浑然觉得没有，他只是惜才。我在中华民国，你们不珍惜我，
到了对岸人家珍惜我，是人家是货，人家惜才。如果今天你本身不具备这方面的人事的专业，你不具备这些人脉的状况，你怎么去抓？你怎么去找？所以我觉得这一些的状况，如果今天不把它点破，不把它找到关节要点给它突破，如果我们国家的国安机制、我们的退辅会，甚至国防部，你不知道这个事情被突破口的重要性，这个突破口会不断的扩大。所以我真的在这边呼吁说，不管是国防部或是退辅会，针对这些退伍的军人，针对这些退伍的将校，不一定要高阶，低阶的你要重视他，你要给他非常妥善的照顾与服务，不是给他钱，不是给他地，而是给他一个介绍的工作的职界，让他退伍以后，他可以继续发挥他青壮年的所长，让这一些国家培养的人才壮有所用，在回馈到社会之后，他可以找到他人生的价值，这样才不容易被中共趁虚而入。所以我觉得，很多人说，军人退下去的时候是米虫是什么？不是，这些人是青壮年，国家不知道珍惜他，当他被敌人所用的时候，那种失血，那种对国家的伤害，那真的不是你这个立再多的法，做再多的优惠措施可以补救的。所以我今天点出了为什么很多曾经对于国家忠贞、对于军队热忱，这些退伍退休的人员，大批的都往中国大陆跑，因为他在台湾找不到定位，在于国家退辅机制里面没有给他做一个非常长久的，让他有这个发展的空间，所以他被对方吸收。所以这点退辅会也好，政府也好要重视，否则非常难预防。